现在我宣布，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副长官潘文华率领所辖的军队和各级政府机关，自1949年12月9日起，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一切关系，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领导。这应该是老蒋在大西南最难受的一天了。除了面临同僚倒戈之外，各路中央军也纷纷起义。1949年12月9日的夜晚，这不仅是一个载入史册的夜晚，更是一个洗牌政治格局、改变命运的夜晚。就在老蒋前脚刚逃离成都的中央军校，准备飞离这片他即将失去的大陆之时，他那些曾经的学生，被卢汉关押在昆明陆军监狱的李弥等人，正面临着人生岔路口的抉择。为了能够增加起义的筹码，卢汉打算拉拢这帮被扣押的中央军，一起联名签署起义通告，并安排了杨文清去负责此事。在派发起义通告之时，监狱里的气氛异常微妙，其他人的情绪勉强还算配合，唯有李弥态度强硬，拒绝签字。要杀就杀，要关就关，唯有一死报效党国。李将军，要杀就在这儿解决吧，还要到哪儿去？走！李弥此时的反应表面看似愚忠，但内心深处其实非常复杂。首先，他作为黄埔系的高级将领，被同僚逼着反水，让他觉得是奇耻大辱。其次，他前半生的荣华富贵都是老蒋给的，一辈子都活在忠于老蒋、忠于党国的信条里。他有着自己军人的优越感，让他投降，就是让他否定自己一生的信仰和荣耀，这是比死还难受的事情。更何况汤瑶还在外面，此时的他或许内心深处对时局还抱有一丝幻想，认为援兵可能随时会到，还有翻盘的可能。于承万等人见卢汉这个架势，纷纷后怕，个个都争先恐后的在起义通告上签了字。然而警卫把李弥带走后，并没有众人想象的要拉去处决，而是把他单独安排在一个房间，由宋一恒、杨文清两人分别对他进行劝说，要他放下心中的包袱，认清形势，奔向光明。可不管两人怎么劝说，李弥依旧不为所动。要起义，我自己不会起吗？何必要让人家牵着鼻子干呢？李将军，事不宜迟，请冷静的考虑呀。相比于李弥的顽固，另一个人却做出了与他截然不同的选择。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在经过一晚的思想斗争后，这位老牌特务彻底想通了。他带上签字的起义通告找到了杨文清，并告诉杨文清，这份通告的行文不符合军统的行文规定，他愿意按照军统的行文单独写一份起义通告，命令云南保密局的下属停止抵抗，号召他们服从卢主席的指挥，停止一切活动，减少不必要的抵抗。好啊！可见，相较于李弥那种杀身成仁的愚忠，沈醉这个特务头子更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存之道。他不仅要活下来，还要活得有价值。他主动优化投诚的方式，不仅是简单的工作对接，更是在为自己的未来铺路，向新政权展示自己的利用价值和专业能力。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就这样过去了。1949年12月10日拂晓，卢汉带领全体云南省军政人员在昆明五华山省政府的广场上庄严宣誓云南起义。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响起，五星红旗也缓缓升起。我代表云南省军政当局，应全省1300万民众之要求，庄严宣布，云南起义了。全省的老百姓、地下党、游击队都在见证这有着历史性的伟大时刻。同一时间，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人也相继来到了四川蓬县的隆兴寺，与卢汉南北呼应，共同起义。就在卢汉激昂地发表演讲，享受着起义成功的喜悦之时，警卫慌张地跑来报告了一条惊天消息：老蒋的飞机即将抵达昆明。卢汉听到这个消息后，让原本喜悦的心情瞬间荡然无存。他赶忙冲进办公室，接起机场打来的电话，再次确认到底是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你说话可要负责，谎报军情是要杀头的。几乎就在卢汉挂掉电话的同时，飞机的轰鸣声已经响彻整个昆明上空。龙泽会赶忙带上望远镜，拉着卢汉走到广场查看情况。此时，老蒋的专机正在五华山上空盘旋，观察着下方的五华山是否有异动。此时，不单单是卢汉紧张，就连监狱里的李弥等人也发现了昆明上空的异常。这是难得呀！俗话说的没错，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几年咱们的大老板到哪儿就要沦陷，看来这气数大概要尽了。
而在广场这边，龙泽会作为老蒋的好学生，他提议先将红旗降下，这样就能把老蒋骗下来，然后再把飞机上的人一并缉拿。可卢汉对他的话却置之不理。而飞机在经过几轮盘旋后，飞机上的观察员终于看清了五华山上那面迎风飘扬的旗帜。报告总裁，五华山上发现一面红旗。听到观察员的报告，老蒋立马从机舱探出。当他亲眼确认那抹刺眼的红色后，气得浑身发抖，不由愤怒地骂道：“叛逆！全中国都是叛逆！”看到老蒋的表情，就知道此时他已是怒火攻心。那句“全中国都是叛逆”，就是他内心世界彻底崩塌的真实写照。这不仅仅是在痛骂卢汉，更是对自己众叛亲离、大势已去的悲鸣。那一刻，他看到的不是一面旗帜，而是整个西南沦陷的不甘，是压垮他信念的最后一根稻草。蒋经国见状，深知此地不宜久留，立即命令飞行员紧急转向台湾。他怕再晚一步，等卢汉抬出高射炮的时候，他们就真的再也走不了了。还什么？我们扛了大半辈子白旗，红旗刚刚升起来，能把它降下来吗？这倒也是啊。其实并不是卢汉心慈手软想放过老蒋，确实是这么短的时间内根本来不及降下红旗。要知道，当初李宗仁来昆明促成滇桂联合的时候，卢汉可是想直接做掉这位蒋总裁。蒋先生每次专机必经昆明，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伺机把他扣下，杀而诛之？而早在12月9日的晚上，他就亲自发电给在成都的刘文辉，让他们几人寻机扣下老蒋，作为这次起义的第一大功臣，但却被军统的人截获了。也亏刘文辉、邓锡侯跑得快，不然被扣下的人还不知道是谁呢。另一方面，就是卢汉自己所说的，他刚升起红旗，刚向全世界宣布自己的政治立场，如果急功近利，就降下刚升起的信念，那这次起义的庄严性和神圣性必然荡然无存，也会让人质疑他奔向新时代的决心。